话说河池县有个伙计壮得像头牛，突然就死在了主人家里，尸体肋下有个血孔，谁看了都说是被人刺死的。可县令验过尸后却说，这伤口是死后才做出来的。几天后真相揭开，可谁也没想到，凶手只用了一锅开水就把所有人全骗了。可真正让人后背发凉的还在后头。闲来无事，听一段书。列位，河池县有个富户，名叫于觉成，家财万贯，可出了名的吝啬抠门。他娶的媳妇鲍氏，娘家穷得叮当响，女婿家有钱，照理该帮衬些，可于觉成偏不，哪怕鲍家快揭不开锅，他一分钱都不肯借。鲍氏没辙，只能背着丈夫偷偷把米粮往娘家运。为了不走漏风声，每次都是雇工连宗替他跑腿。列位，这连宗可不是老实人，他心眼坏得很，帮着鲍氏送了3次米，每次都克扣下来不少。他见鲍氏有求于自己，心里就起了歹念。趁着于觉成不在家，连宗突然闯进房里，一把抱住了鲍氏。他厚着脸皮说，我帮你送米，这么辛苦，你得跟我好一回，不答应我就把你偷米的事儿全告诉你家男人。鲍氏当时吓得浑身发抖，他知自己男人是个什么脾气，往外拿米的事儿一旦败露，挨一顿毒打是轻的，弄不好直接被休了。再说连宗手里攥着把柄，他怎么都说不清楚。连宗步步紧逼，鲍氏只能忍了。偏偏就在这个当口，连宗发现鲍氏的私密处长了一颗大痣。他当时哪里想得到，这颗痣日后会要了他俩的命。到了冬天，于觉成带着连宗去佃户知治家里收租。知治和连宗是表兄弟，晚上哥俩凑一块喝酒，几杯下肚，话匣子就开了。不一怎么就扯到了女人的相术。有人说，女人私密处长痣，那是大富大贵的征兆。连宗喝得醉醺醺的，一时忘形，随口接了一句，那倒是，咱们主母那里就有一颗痣，果然咱家就很富贵。这话一出口，满桌的人都愣住了，心里全在犯嘀咕，你一个干活的小子，怎会知道主母身上的隐秘？知治意味深长地看了于觉成一眼。于觉成当时脸都绿了，可他是个老江湖，面上装作没听见，随便找个话头岔了过去。可他心里那团火已经烧得压不住了，恨不得当场把连宗给撕了。第二天，他急急忙忙带着连宗回了家。回到家，于觉成把门一关，劈头就问鲍氏，你老实交代，是不是跟连宗有一腿？鲍氏一开始还死活不承认。于觉成冷笑一声，连宗在外面喝酒，连你身上长痣的事儿都说了，你还瞒得住吗？鲍氏见纸包不住火了，只能一边哭一边把连宗如何威胁他，如何克扣粮食的事儿全说了出来。她哭着求丈夫饶命，哪怕以后当婢女伺候他也行。于觉成听完反倒冷静了下来，他跟媳妇儿说，按律法你罪不至死，要想保命，今晚就得配合我把那厮给收拾了。他让鲍氏准备了一桌好酒好菜。晚上连宗回来，于觉成满脸堆笑，客气得很，不停地给连宗灌酒，还假装自己也喝多了。连宗哪里知道这是鸿门宴，见主人这么热情，就放开了肚子喝，最后直接醉死在地上。见连宗醉死过去，于觉成利索地拿出麻绳，把他死死地捆在了一张大板凳上。接着他把连宗弄醒，阴沉着脸说，你奸淫主母，今晚就是你的死期。连宗还想抵赖，可鲍氏就在旁边亲口作证。接着
于觉成用湿布堵住了连宗的嘴，蒙住了他的眼睛。为了不留下明显的血迹和伤痕，他想出了一个又狠又毒的法子。别说外行，连仵作都不一定验得出来。于觉成拿出一把利刃，在连宗的肋下狠狠凿开了一个孔，鲜血刚要往外冒，他竟端起一壶滚水，对着伤口一瓢一瓢往下浇。开水一浇上去，伤口周围的肉马上就烫白了，血也跟着凝住了，外边一块淤青都看不见。等连宗咽了气，于觉成解开绳子，把尸体丢在床上。第二天就对外说，连宗是喝醉了，酒中风死的。连宗的弟弟连宇和表兄之志觉得这事儿不对劲，连宗前2天还壮得像头牛，怎么会突然中风？尤其是之志越想越不对。那天喝酒时，于觉成的脸色就诡异得很。他们冲进于家，翻来覆去的验尸，一掀衣服，肋下果真有个伤孔。连宇当场大喊：“你杀了我哥！”可于觉成一点都不虚，他直接把人赶走，还放狠话说：“有本事你们就去告我！”案子闹到了黄县令那里，连宇坚称哥哥是被杀的，肋下的伤口就是证据。于觉成却反咬一口，说这是知志欠他地租不想还，才故意撺掇连宇诬告。黄县令决定亲自验尸，一掀开衣服，肋下果真有个孔，大家以为这下水落石出了。可黄县令翻出随身带的洗冤录，竟说出了一句所有人都不敢信的话。黄县令指着伤口说：“凡活的时候挨刀，创口周围必有血色，肉色鲜红。可你们看，这伤口周围的肉干白一片，半点血色都没有。这分明是人死后才被凿出来的孔，叫做死后伤，是有人想借着伤口栽赃陷害主人。”连宇和知志当场傻了眼，他们明明知道人是于觉成杀的，却怎么也说不清这道理。县令拍板判定，连宇和知志这是教唆诬告，他认定知志欠了地租还不起，心里怀恨，才撺掇连宇来诬告。当下两人各吃20大板，还判了徒刑。而那个真凶于觉成不仅没受半点惩罚，反倒大赢了一场，连知志欠的地租都被追了回来。于觉成看着被带走的仇人，心里得意到了极点，这桩血案就这么结了。可事情哪有这么简单？于觉成杀连宗用的那壶滚水里头藏着旁人想不到的刁钻，刀口一浇滚水，周围的肉立马泛白，乍一看跟死后伤没两样。黄县令照着洗冤录来验，验出来的偏偏就是个假象。连宗确实是被杀的，奸情也实有其事，可开水把证据全洗掉了，于觉成钻的就是这个空子。这桩案子后来被人记了下来，给往后断案的人提了个醒。连宗死在一张嘴上，多喝了2杯，嘴上没把门，把不该说的秘密漏了出去。于觉成自以为这下天衣无缝，可他没想到开水能骗过洗冤录，却骗不过后人的眼睛。鲍氏那颗痣从屈辱的开头走到了血淋淋的收场。一壶开水洗掉了伤口的颜色，可洗不掉人心里的恶。可善恶终有报，藏在暗处的勾当总有见光的那一天。闲来无事，听一段书。本期明代奇案录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。